2025年，中国经济真的走到了惊心动魄的十字路口。一纸突如其来的增税令，硬生生地伸手去掏债市投资者的钱袋。北京国资委深夜抛售大批陈年老房，房价防线再次崩塌。就连习近平寄望翻盘的新三样之一光伏，也在裁员亏损，产能爆仓中跌进了寒冬。这已经不是什么经济放缓，而像一列脱轨的列车，正朝着未知深渊狂奔。债务压顶，楼市断崖，产业失血，决策层却集体晋升。中国经济是否正在迈进一场无法回头的系统性巨变呢？你好，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月音。意外增税，中共开征债务利息税。2025年8月1日，中共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，宣布自8月8号起，对新发行的国债、地方政府债券以及金融机构债券所产生的利息收入恢复增收增值税，税率为 6%。 这一突如其来的政策调整，对市场犹如一记重拳，迫使投资者迅速调整持仓策略。公告明确指出，凡是在2025年8月8号当天或之后发行的新债券将依法征税，而在此之前发行的旧债券，包括旧债券之后续发的部分，其利息收入将继续免征增值税，直到债券到期。这一政策变动让原本具有税优地位的金融债不再具备优势，对主权与地方政府融资成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。彭博社指出，新规可能会推高新债的借款成本，尤其是在主权债券的利息收入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免税的情况下。此外，由于投资者寻求规避新债券的征税，新规还刺激了现有债券的买人，导致收益率进一步下降。截至到6月底，当前市场上约 70% 的债券存量来自中央、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。如今，当局对这些债券征税，虽然可能为当局增加收入和支持经济增长提供另一条途径，但在中国经济整体疲软、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压力高企的时刻，这一政策无疑给市场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。华泰证券分析师张继强在一份报告中写道，考虑到增值税普遍适用于 6% 的税率，税收政策的变化将增加投资新发行债券的成本，从而提升旧债券的吸引力。专家们估计，这可能会使现有债券与新债券之间的收益率差距扩大约5到10个基点。中共当局突然恢复征收增值税的主要原因是当前面临财政赤字压力。2025年，当局的预算赤字率高达将近 GDP 的 10%， 地方政府债务沉重，存量隐性债务将近15万亿元人民币，而中国目前债券市场上的国债、地方债和金融债的存量规模大约133万亿元。因此，恢复对这部分债券利息征收增值税，被当局视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。说白了，他没钱了，只能到处收钱。据估算，短期内这项新政策可带来约337亿元税收，中长期随着债券规模扩张，税收增量可达到1000亿元以上。政策不明，地方焦虑，北京国资委出清老盘毛坯房。在债市经理尚未平息之际，北京市朝阳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又投下房市震撼弹。据多家媒体报道，该机构正计划集中出售位于东四环外十里堡的晨光家园 C 区共300套毛坯房，平均售价约为每平方米 5.5 到6万元，采用动态报价方式拍卖。这300多套毛坯房实际上是10多年前尘封未售的库存，数量相当于晨光花园近6年来二手房成交总量的总和。此次的大规模释放库存无异于一次砸盘行动，不仅可能导致二手房业主价格防线溃败，也预示着北京核心区房市正面临资产流动性危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已经是北京朝阳国资委第3次抛售房产了。他在2023年9月底低价抛售了中铁建国际城154套住宅，
2024年5月出售了世华博郡300套房源，如今再抛售300套毛坯房。这意味着北京市国资委正一批批地释放被封存多年的房源，集中清理资产。为什么呢？导致的原因有3个。第一，7月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不提房地产，引发外界对下半年房地产政策走势的关注。因为在半个月前，7月14号和15号的中共高规格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，坊间预测的棚改措施并没有出台，刺激大招不见踪影。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涉及经济议题，仍然不提房地产，这引发了外界的政策焦虑。第二，财政困境，地方债压顶，资产盘活成为硬性任务。地方政府频繁出售国资物业的背后，是中央对地方债务问题日益强化的压力。根据高盛估算，中共政府总债务规模已达179万亿元。在地方财政日益吃紧的当下，中央要求地方启动资产盘活工作，明确提出要推动土地、房屋、车辆等存量国资有效流转和利用，提升收益效率，减轻财政压力，落实所谓的过紧日子原则。但同时也势必带来房市信心的进一步崩溃。抛盘速度过快，定价明显低于市价，导致更多二手房主恐慌性挂牌，造成恶性循环。第3个原因就是房市寒冬，价格腰斩，成交量暴跌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楼市并未如政策预期般回暖，反而持续滑坡。据中共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，新开工面积下降，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，按揭贷款总额下降。不仅一手房市场疲弱，二手房更是冰点再破。中指研究院报告指出，2025年7月，北京阳光上东一套139平米两居室成交价700万元，而2021年曾高达1275万元，跌幅高达 45%。望京新城92平米户型则从709万元跌到418万元，跌幅达 41%。这样的跌价幅度，无论是刚需还是投资客，几乎都被深度套牢。业界普遍担忧，北京乃至全国的房市将陷入成交量下探、价格在压的深度内卷状态。那么，鉴于房地产政策的不明朗、地方政府财政的拮据以及房产市场的下跌不止，也就不难理解北京国资委急售300套毛坯房的用意了。习近平倡导的新3样一样已崩盘。不仅房市，作为中共党魁习近平倡导的新3样之一的太阳能产业，也正遭遇结构性危机。路透社报道，中国5大太阳能企业已经悄然裁员近1/3，总计约8.7万人，整体亏损高达600亿美元，反映出中国太阳能行业正深陷产能过剩、价格暴跌与巨额亏损的3重困境。裁员企业包括隆基绿能、天合光能、金科能源、金奥科技和通威股份等5大龙头。他们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曾大规模扩产，而当前全球太阳能板产已超实际需求2倍，导致价格雪崩，产能过剩。新3样最早是习近平在2023年3月5号的中共14届人大1次会议上提出的。在会议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习近平强调了新能源汽车、锂电池和光伏产品这3个产业作为中国经济新兴增长点的重要性，特别是在全球能源转型和科技竞争背景下，这些产业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。但在中美贸易摩擦、欧美关税封锁的背景下，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在东南亚设厂生产的太阳能产品加征新关税，进一步挤压中企的利润空间。2023年，中国太阳能行业的整体亏损金额高达600亿美元，这个数字已接近房地产行业的亏损水平。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今年7月的简报，自2024年以来，已有超过40家太阳能企业退市、破产或被并购。
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太阳能企业今年是否继续裁员，但迹象显示，当局准备出手整顿产能。中国一名太阳能企业董事表示，今年以来，所有新产能项目都需先取得中共发改委的口头同意。尽管中共发改委在2024年初呼吁停止新建光伏产能，但分析师指出，地方政府可能消极配合，因为地方官的政绩仍和就业与 GDP 成长挂钩，因此未必愿意轻易牺牲本地的龙头企业。分析师艾伦·兰表示，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不只出现在太阳能，也同样存在于钢铁、水泥等行业，但我们从未见过一个产业的全体企业连续1年半陷入现金亏损状态。他强调，尽管中国太阳能产业仅相当于房地产业的1/10，但其亏损规模已与房地产危机不相上下。这种情况极不寻常，也极不正常。2025下半年经济临界点将至，从债市加税、房市甩卖、光伏裁员到政策收紧，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多重压力交织的深水区。野村证券指出，2025年将成为经济拐点，需求端或将出现断崖式下滑，房贷压力、消费乏力、出口疲弱，加上政策工具箱弹药有限，中国经济进入慢衰周期的可能性正不断上升。面对这样的趋势，我们看到宏观层面呼吁稳预期，微观层面却在迅速出清、收缩杠杆。经济结构转型虽在进行，但阵痛期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可能远超预期。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